近日同朋友講開蝴蝶呢個話題，啱啱好天氣又凍喎，朋友就問吓，乜咁凍都有蝴蝶嘅咩？朋友有咁嘅睇法，好大程度係因為佢哋聽過一個螞蟻同蝴蝶嘅童話故事。喺故事入面，蝴蝶喺冬天裏面冇食物過冬，跟住就餓死咗啦。咁實情又係點嘅呢？首先，香港位處亞熱帶，冬天本身亦都唔係想像中咁凍嘅。喺冬天入面比較溫暖嘅日子裏面，蝴蝶亦都相當之活躍。而今次我帶大家去到深水灣睇睇香港冬天嘅蝴蝶。深水灣所在嘅山谷坐北向南，地形上面屬於典型嘅冬天蝴蝶谷，即使喺寒冬入面亦都保持到相對溫暖嘅環境。過去呢度曾經因為有人發現一啲喺日本飛過嚟過冬嘅蝴蝶而被廣泛報導。蝴蝶唔係溫血動物，所以喺低溫下面就缺乏行動力啦。而深水灣石澗入面日照充足，而冬天亦都係流水不絕，加上地形抵擋住寒風，所以非常適合蝴蝶喺度過冬嘅。而只要係天朗氣清嘅日子，石澗入面嘅蝴蝶就會非常之活躍㗎啦。呢日雖然係今個冬天最凍嘅日子，不過喺樹蔭下面仍然比香港好多其他地方高出幾度。只要喺充足日照下，溫度就足以升到去蝴蝶活躍嘅水平。由於唔少蝴蝶都係爭取曬太陽嘅位置，所以我哋沿住石澗上行，佢哋好多時都會停喺一啲非常之當眼嘅地方，譬如話石面或者係樹枝上面。所以我哋非常之容易揾到呢啲蝴蝶嘅。除咗靠曬太陽之外，唔少蝴蝶亦都會透過高速震動翅膀嚟到加速提高體温。只要有足夠嘅體温，蝴蝶就可以開始活動。今次目的地係石澗入面嘅深水灣瀑布，而呢個深水灣瀑布就係唔少斑蝶中意聚集嘅一個熱點。喺呢度我哋可以同時揾到老虎同埋烏鴉兩個大類嘅斑蝶群落。所謂老虎，最為人知嘅就係黑白橙斑紋嘅虎斑蝶。不過喺呢度較多嘅係被稱為藍老虎，即係擬耳斑蝶同埋青斑蝶等等嘅品種。而根據經驗，藍老虎通常都係中意聚集喺啲比較低嘅地方，一般同人嘅高度差唔多，可能係離地1至2米嘅位置，所以相對上比較容易發現。至於烏鴉，通常就係指非黑色為主調嘅各種紫斑蝶，同藍老虎唔同，佢哋比較中意聚集喺樹冠，所以如果要揾佢哋就比較辛苦啦，可能要抬高頭望向樹冠，逐棵樹嘅樹頂上面揾啦。咁點解香港會有咁多斑蝶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斑蝶有季節性嘅遷徙習慣。每年冬天，北方嘅斑蝶就會隨住季候風飛到南方。呢斑蝶通常係由俄羅斯、中國北部、韓國、日本等等嘅地方飛落嚟。當中一個最經典嘅紀錄就係一隻大娟斑蝶，佢從日本嘅和歌山出發，經過4國高知縣，經推算係飛經台灣，最終抵達香港深水灣，係僅次於加拿大飛去墨西哥之後嘅全球第2遠嘅蝴蝶遷徙紀錄。咁我哋點知道隻蝴蝶係嚟自日本嘅呢？原來喺亞洲區入面呢，就有一個斑蝶標放活動。每當斑蝶被捕捉之後，就會加上文字代碼，然之後就會被放歸自然。當呢啲有記號嘅蝴蝶喺其他地方俾人捉到，或者係俾人影到嘅時候，咁就可以喺網上面追查翻一個記錄，知道佢哋曾經去過咩地方。咦，接近中午時分咯喎！其實除咗氣温上升之外，唔少蝴蝶亦都因為吸收咗足夠嘅陽光，熱身充足之後就開始起飛啦。過冬嘅蝴蝶為求生存，一般都會相當專注於覓食、吸水同埋曬太陽嘅。喺瀑布上面，我哋可以揾到唔少蝴蝶喺度吸水。一方面，佢哋係為咗補充因為乾燥而流失嘅水分；另一方面，可以喺食物不足嘅情況之下，水解體內嘅脂肪，從而獲得足夠維生嘅能量。到回暖嘅時候，呢啲飛到嚟南方蝴蝶就會翻去北方嘅繁殖地。一般嚟講，佢哋會經過唔同嘅中途站，喺中途站繁衍，然之後再由下一代接力。所以佢哋要翻到去最北方嘅棲地，通常都要歷經數代先至可以完成呢個任務。咦？呢次運氣唔錯喎，我哋遇上斑蝶之外另一種冬日名物，就係聚集埋一齊嘅白搖灰蝶啦。白搖灰蝶係一種喺香港秋冬比較常見嘅蝴蝶。喺大多數嘅時候，佢哋會單獨出現。不過喺比較寒冷嘅日子，佢哋就會聚集起嚟，或者對保溫嚟講，可能意義唔係好大。不過當佢哋喺受到騷擾或者襲擊嘅時候，成個群落就會同步散去唔同嘅方向，
相信咁係一種擾敵嘅集體防禦機制。深水灣交通方便，除咗公共交通之外，喺冬天亦都有充足嘅車位，所以無論係坐公共交通定係自駕去呢個地方睇蝴蝶都係相當之方便嘅。不過由於石澗人跡罕至，基於安全考慮，我哋唔建議大家獨自去呢個地方睇蝴蝶。要入石澗睇蝴蝶，有朋友相伴會比較好嘅。而同行嘅攝影師問我：咦，呢啲咁嘅地方怕唔怕有蛇呢？咁其實喺季節影響之下，蛇本身應該就唔會太活躍嘅。相對蛇誤捉呢個胡蜂巢，可能係更加大嘅危險。而除咗胡蜂之外，另一種麻煩就係蚊啦。深水灣蚊患指數多年嚟一直冠絕香港，今次偷懶冇噴蚊怕水，咁就中招啦！哇，真係好痕啊！下一集我哋會帶大家去到雪地睇蝴蝶，敬請期待。